Hello，大家晚安，欢迎在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呢收听或收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直播节目会固定在周二跟周四在 YT 频道里面播出，那来跟大家聊一些蛮有趣的话题，包括我认为男人自己在这个年代呢需要知道的一些重要的课题。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他妈的这个事情的发展真的呢，完全超乎我的想象。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故事的经过啦，我们上个礼拜的直播啦，有讲到这个健身房鬼故事啦，结果才不到一个礼拜就有后续了。女人嘛，有的时候女人总是会，你说出乎我们意料吗？但是如果你知道她们的一些状态的话啦，其实也不至于。那其实她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副标题有讲嘛，女人变心有多快？那如果你对于女人她们的一些慕强状态能够有所明白跟一个基础知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完全的不意外。好，有朋友说可以先讲一下前情提要吗？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强者我朋友真的是我朋友他在健身房里面遇到一个女生，那用一些可能一般男人在健身房里面没有遇过的状况纠缠她，他先找她搭讪，然后假装呢是要问他运动相关的知识。那我这个朋友基于好心，基于你说对运动的一个专业他就好心教导他一下，就可能只有口头提点。但这个女生你就看得出来是很喜欢他的基本上只要我朋友出现，他都会固定挑我朋友的出现时间，在他身边绕啊绕的。然后我就有看到这个女生熊抱他，真的是熊抱他。我已经征得我这个朋友的同意了，等一下我会把那个熊抱的影片放上来，让各位来评论。到底你们觉得女生这样子在健身房里面熊抱男生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放这个影片让大家看一下。总之后来这个女生她终于在我朋友呢严正的、严厉的跟他说明说，你这样子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后来终于把这个女生给请走了，她现在就换到别间健身房去了。那看起来是在荼毒别的男性啦，我真的只能够说，那今天健身房的朋友特别是那个男性同胞们你们自己保重，真的自己保重啦，真的看到自己要好好的小心。真的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男人如果各位你的等级是高的话，你可能有在运动，像我等级就很低，他就完全没有鸟我，我觉得超好笑的。呃，那个女生跟我朋友说她完全不想跟我说话。我想说干，那这样代表我做对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要透过这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到底女人她们在包括他们今天换对象啦，然后被拒绝啦，然后可能你说他们主动分手，男生那个心态变化之快，真的是蛮让人觉得惊讶的。那后来来，我们把这故事给他继续往下讲那个前情提要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那个鬼故事嘛。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呢，她就去另外一间健身房体验体验而已就可能只是体验个7天吧。就你知道说，这种健身房你要加入之前呢，他们都会给你大概7天的体验期嘛，7到14天，我记得就是不等。那才短短2、3天。那据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有看到这个女生她发的现实动态，这个女生她已经在里面攀到另外一个老外，外国人那个碧眼金发的老外，据说也是一个运动教练，好像也是教球类相关的，就教球类相关的。然后就在他的那个限动发跟这个男生的合照。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我朋友都已经被这个女生这样纠缠过了，所以我在看他在发那个限动的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都隐约的感觉说，那个老外那个外国人呢，那个脸
笑中带着很强大的苦闷，就苦笑的感觉。哦，那你也知道这个女生她本身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跟她所看到有兴趣的男人啊来互动，所以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算是啦，算是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说她这种状态啊持续很久。哦，有朋友说这个可以理解成说跟女生分手不用担心她走不出来嘛？其实，我要先讲哦，公开直播我要先讲哦，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哦，但是如果以几率来看的话，以样本数来看的话，男人比较容易走不出来。100个分手的男人跟100个分手的那个女人当中比较起来，男人可能那个数量啊是高过于女人的，所以其实男人本身是比较容易走不出来。我们跟女人基本上我们那个机体的那个设定啊是不一样的。像这2天吧，我们恋女课的群组啊，就有朋友在提问这个问题。我这边呢、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为什么我们男人这个生物设定上面呢，我们比起女人呐、比较容易就是在那边挽回啦，在那边修复哦，在那边修复关系。答案是什么呢？各位，你想想看哦，我们男人呐、基本上啊，我们都被设定成说啊，因为我们男人有我们的那个领土哦，跟那个地域性，就我们会要去建立自己的王国，包括我们自己的你说土地啦，包括自己的事业啦。我们男人是倾向于说打造一个事业体，然后去把它弄出自己的王国。那你说这个王国是可以说放弃就放弃的吗？不行嘛，王国出了问题，干你要处理嘛，底下员工在那边鲁小哈，在那边乱，你要处理嘛。所以基本上啊，我们男人啊，我们无法当论人，我们无法说哦，我今天这边哦，这个我不要了，这个事业我不要了哦，那个做直播主题讲一讲，哎，这个主题不会红，我不喜欢，我就换别的主题。你看，干好像说到谁了，我不管。但是我们男人做任何事情啊，从古至今，我们的这个演化，我们都是去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领土，自己的一个体系。我们无法说走就走，我们无法直接当论人，跑去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开心，无法这个样子。所以，对于处理事情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会倾向于修复它、处理它，然后把它这个出问题的地方啊给调整好，包括对女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可是，我现在在讲历史的事件哦，我没有在说女生怎么样哦，哈。以历史来看的话，女人她们，该要怎么讲？他妈，我要想一下这个修辞。以历史来看的话，到底是男人打造出来的事业体系多，还是女人打造出来的事业体系多呢？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女人是有机会去把他们打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啊，什么什么的给修复吗？看起来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战争新娘才是历史上女人的状态。好，那就是他们能够快速的啊，他们只要能够快速的找一个这个男人啊，只要能够去拥抱他们啦，去换一个强者啦，去依附啦，就能够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了。这个呢是战争新娘的动态，男人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男人无法找另外一个强者抱大腿，无法。基本上啊，你只要输了的话，你就是你就是被解决哦，你就可能要就是我们常讲的嘛，专制投错胎，把你挂掉了之后，你就去下一轮的那个人生重新开始了。所以男人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男人呐、很难说哈，我今天这个女生我解决，就是我处理不来哦，我那个关系已经搞砸了，那我可能只能够想说去修复它，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现在很多男人啊，在面对跟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啊，就会干嘛呢？挽回哦，然后在那边修复。那你说今天即便分手的话，你可能会历经一段期间的那种疗伤期，就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一个修复关系、修复事物的这个逻辑在处理事情，才会造就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相较之下，女人有战争新娘这个演化机制在过滤他们的这个包括心态啦，包括那个择偶的情况啦，所以其实女人比起我们男人啊，是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去
走出来的。再加上说啊，女人根本不用担心走不走得出来的这个问题，她们的选择太多了。好，我觉得那个人数也差不多了，前面的10分钟防火墙啊也就够了。我要给各位看哦，到底我朋友他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是怎么样被那个女生纠缠的。我们来让各位看他当时被熊抱的影片，哦，不长30秒而已，但我觉得已经可以给各位表达出很多很多哦，我想给各位看的事情。来，这个健身房，来，我放这个影片给各位看一下哈，看一下。好，看到了吧？哦，如果你们有机会看重播的话，那个女生是始终啊都戴着口罩的。哦，各位，你们观察一下这个东西，你看，你们各位的反应就很奇怪嘛。他到底在干嘛呢？我是亲眼看到的哦，各位，我是亲眼看到的哦。我那时候就是一看，我靠，你们到底在干嘛？我还傻住。好，这边呢，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看了很多遍嘛，我讲真的，我觉得我朋友他的反应不够强烈。如果是我的话，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就是臭脸。哦，我可能就会想办法用身法哈，那个小说不是有说嘛，用那个身法，就你不能碰它嘛，但是我们可以走动，尽快的去摆脱这个状态。那我就后来就问他说：干为什么你完全没有做任何摆脱的动作？来，你自己他妈说一下嘛，为什么你完全没有做任何摆脱的动作呢？对不对？好，而且其实我后来有去仔细的看那个我朋友啊，他那个表情，他妈的，你还是有忍住有皮笑肉不笑这样的状态在跟他好好说话。他妈的，是我的话就直接就是臭脸给他看，然后就叫他就可能请他离开了，可能当下我情绪就会起来。哦，就是我是不爽的，但是我会去克制住我的情绪。你看，其实我也是这么的认为，就你没有很果决的表达出你不要的意思。干，我们居然在检讨男人呢、各位，你看我们男人他妈多可怜，我们也只能够先检讨检讨男人。好，对，你会愣住，我知道，但是干愣住也不是这样的吧？就是你要先摆脱那个让你感觉到不愉快的人事物嘛。像我记得我朋友他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女生味道很不好闻，就是很臭的意思。好，我们讲白话哦，他觉得这个女生很臭，然后你被刚刚那样的一个女生抱住，然后你又觉得很臭，你至少要顾及一下你鼻子。基于生理的反应，我们总是要摆脱一些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人事物吧。哦，其实也不用凶啊，我觉得不用凶，你必须要冷静、明确的表达出，请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男人要懂得保护自己，各位哦，不要说什么事情，刚刚那个情况哦，如果今天性别对调，我再放一次给各位看哦，那个你们晚来的，反正30秒而已，好，我再放一次给各位看，反正这个影片很短。好，而且事后那个女生呢，她一直在她附近在那边做运动，是我的话，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要么你走，要么我走。我一定会明确的用行动，因为我不会跟他凶，我也不认为各位可以跟他凶，
那你要用一些方法来表达你对于刚刚那样事情的一个不满，你就被吃豆腐了。你被这样的，不是，我们不要批评人家，妈好可怜，我们男人真的好可怜哦。有些话真的只能私底下讲哦。如果今天这个女生让你造成困扰了，那你总要明确表达你的这个不舒服的感受。那她今天这么的有气味，然后你有生理上的抗拒的时候，你总是要做点表示嘛。好，那显然哈，我朋友啊，他就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认为这个情况也是一个比较能够在下一次啊遇到的一个状况了，因为他毕竟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啦，所以愣住啊可以理解。但是我相信我朋友他在此之后就会学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业配一下啦，我们这个有一门课哈，我们下个礼拜啊会预售截止，好，刚好下礼拜六会上课了。我们这个逆风翻盘呐，这个破解指南哈，那我们会是3场直播课来跟大家聊怎么样去避免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包括你在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哈，这种就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情况，你要怎么样从这种事情当中啊学到一些正确的教训。好，那这个课程啊，我会在我们下礼拜六啊，是我们第1场的直播课。那预售直到下礼拜5的晚上12点。好，把握一下时间。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我们刚刚这件事情哦，你看男性啊，毕竟不是像女生一样，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的。来，各位，那你现在就看到这个情况了。哦，那我希望各位可以去预先想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愣住的一个反应。好不好？那至少你现在有看到这个活生生的教材，你就能够去模拟一下这个剧本，说如果今天是我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哦，那你该怎么办？各位，我刚看到一个有趣的一个那个留言，就这个，来，我敢跟各位保证，一定不止这位朋友他会说好像还行啦，这个我可以啦。可能有些人呢、心里面呢、这样子想的，但是我要严严正正的跟各位讲，好，我要严正的跟各位讲这件事情。像我的朋友啊，他在事后跟几个朋友啊，也是一样分享刚刚那个影片的时候啊，真的有人哦，也是在那边看，我靠，好羡慕哦，好羡慕你可以这样被女生抱哦，什么什么之类的。哦，那你就可以知道说，男人为什么就是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啊，就是会这样子。像我们他妈的开这个直播，也只能够用比较持平的语气啊，来讨论像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原因就是真的很多男人哦，那会觉得说这个情况被这样子的女生这样子抱啊，这样子搂着啊，对他来说啊是一个好棒的事情，好羡慕的事情。但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今天你的价值够高的话，你有在运动，然后你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啊，是可以跟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女生互动的话，各位你要自爱，你要自爱。如果今天你随随便便就让这样的女生这样抱你啊，这样子搂你啊，然后还有那些比较不好的味道的话，我请问一下，你怎么对得起那些你曾经交手过的正妹？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在你的生活里面呢、能够获得一些良好的那种回馈跟体验的话，你就必须要奖励那些真正你要的人事物。我说的是人事物。那你觉得说他对你来说，包括他对你有这种可能没有那么舒服的感受，你就不能够奖赏他，你让他这样子搂着你、抱着你，你就是在奖赏他这个行为。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当下愣住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各位啊，能够去严正的看待这件事情。而如果有些朋友啊，你可能比较我们讲直接一点，比较性匮乏，你可能很久没打炮了，然后可能女生这样子抱你啊，哦，你觉得说你可以啊，还怎么样之类的，那我觉得你最好要重新去研究一下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可能去好好的运动啦，提升你的价值啊。我相信你的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反应才对。好，因为这个重点并不是在于他条件如何，而是在于这个行为。对，在于这个行为。好，包括我们事后啊，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反应啊。哦，我跟大家讲，
好，他的反应是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啊，她对于刚刚那样的行为完全没有感觉，她不认为说在健身房里面啊，用这种方式主动去抱男生，主动去侵犯男生是一个不 OK 的行为。她只认为说，哦，因为他不是我朋友的菜，所以呢，哦，可能就两个人不对盘，看不对眼，然后我朋友不喜欢他，所以才会有那后续的所有事情。干不是吧？明明就是你的行为有问题。当然你说他的外形啊，然后包括那个味道，那一定会有影响嘛。但是我后来跟我朋友讨论说啊，如果今天一个正妹哦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真的要很小心。一个正妹做这样的事情，正妹不可能，应该说好了，几率极低。正妹基本上不需要做到这样的事情，男生就会上钩了。他可能只要两个人对个一眼，然后可能就会这样上钩了。哦，但总之你看有人讲啦，不管在哪里，这个行为都不行，对，没有错。所以那个女生她完完全全不认为说她这个行为是不行的，她只认为说是两个人不对盘。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是因为我敢跟大家讲，哦，她应该是惯犯，她应该一直以来都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啊，去呃主动进攻她喜欢的男生。对，这是我们后来观察的一个那个感想了。他应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去主动啊，去那个进攻啊，他喜欢的男生。好，所以也包括我们就看到他跟那些老外的合照啊，哈，我跟大家说，他一定也是很主动的啊，去进攻那些老外。而且我们还看到啊，因为那个老外好像是教足球的，对，是个足球教练哦，据说是一个足球教练啊，他还去人家在教足球的现场去找人家。看各位，你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应该这样拼，对。那在国外有一个词叫 stalker，叫跟踪者，stalker，他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哦，他就去人家的那个上班的现场啦，然后工作的现场啦，然后在那边跟着人家啦，然后在那边就是完完全全把一模一样的模式，就换个场合、换个地方、换个人而已，但做一样的事情。他完全不认为说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好的。好，但你有没有发现到，好像这个社会容忍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只能够叹一口气。哦，这个留言呢，我就不说了，但各位自己去观察一下他这个包括我刚刚做的那个评论啊。哦，你说惩罚吗？我们也没有在惩罚他什么，我们只是跟大家讨论说这样的行为会给人带来什么困扰而已。但是我们之前前面也说过了，啊，我们也说过了，就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性匮乏的男生认为，哎，这个好羡慕哦，好羡慕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你今天被女生这样子跟，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困扰的事情，哎。哦，那我敢说了，这样她这个女生她应该没有任何分寸。哦，那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在一些观察上面呢，就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当女人眼睛冒爱心的时候哦，她能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行为，那个就很考验一个女生的什么呢？家教。来，我跟大家讲，我朋友啊，后来啊，就直接跟这个女生说啊，就当天那个可能这样抱完之后啊，哈，我现在都叫他熊抱哥。哦，来来来，我就封你这个外号，从今以后呢，你就叫这个好了。来来来，就你，从今以后啊，你就在我们这边呢，称之为什么呢？熊抱哥，哈，熊抱哥就你了啦。被熊抱嘛，哦，熊抱哥当之无愧，好不好？熊抱哥嘛，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就一群几个人呐、在那边就是在那边聊天呐、我们熊对熊抱哥。那个熊抱哥啊，就有跟我提到，就是这个状况，就这个女生她完完全全没有意识到说她这个行为本身是会给人带来困扰的，她就只认为这是一个菜的问题。哦，她就认为这种就是一个你不喜欢我，好，那就换下一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敢说，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啊，在跟男人互动。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女人呐、她们其实当她们眼睛冒爱心的时候，她们其实是不管周遭所有的事情，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可以去克制住她们这个冲动。刚刚讲了家教，好，那熊抱哥呢，在被他这样抱完之后，好像过1、2天吧，他就有跟女生说啊，说：“哎、你这样子会给我困扰。”好像是他们后来在那边摊牌的时候啦。结果你知道吗？女生怎么跟他说？那个女生跟他说：“我控制不住。”他妈的，各位，控制不住是理由吗？你今天去抱人家，你今天去熊抱人家，我们再换个性别就好。今天你一个男人在健身房我们就先不管你们两个人条件怎么样，就只要男生敢这样抱女生，然后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我控制不住，你好正哦，我控制不住，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居然敢用控制不住当做理由，说我抱你，所以说就是因为我那个无法控制，有没有？就会这个样子，就会这个样子。那我也很无奈嘛，因为我听完之后就说，所以他控制不住是要怪你咯。我这样跟熊抱哥讲，对，他就说对啊，怪我咯。对不对？你控制不住，不然是要怪我吗？干，控制不住是理由吗？好不好？但这件事情啊，就事情过后嘛，因为这件事情应该他们两个还是有在，还是会稍微聊天，会稍微互动一下，就当做是来看八卦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认为说啊，这个就摆着嘛，那反正事后如果有其他后续的话，我可以去看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去对话的。哦，那总之啦，我们要讲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啦，就是到底女人变心有多快？其实我跟大家讲，包括这个肥婆这个女生哦，他妈说漏嘴，这个女生呢，她后来去另外一间健身房嘛，跟其他那个老外啊，就一样在那边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模式。我们心里面都在想说干好可怜哦，这个老外好可怜哦，因为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想象。这个女生就会很主动的去侵犯他的私人工作领域，她完完全全不会管任何的事情。而一般来说，男人在很前期的时候，都会像我朋友一样愣住，然后可能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严正拒绝，就明显看得出来，那个老外的条件是远远高过于那个女生的。但是我想他也应该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会认为说合照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女生的话，你要能够从很前面就能够判断的出来，这个女生是有问题的。我跟大家说，在我跟这个女生啊，大概讲2句话，就也不能这样说哦。我从远远看她这个行为，我就想离她远一点的然后可能讲完2句话，我就认为这个妹有问题，我就不想跟她说话了。OK，好，但我朋友啊，就熊抱哥跟我说啦，这个女生跟他抱怨说她完全不想跟我说话。对，女生跟熊抱哥抱怨说，她觉得我这个人很鸡掰，不想跟我讲话。你看我做了多成功，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多失败，你那个腮鼻，你那个脸呐、你的表情完全错误，对不对？我就直接臭脸给他看嘛，然后你还跟他那边皮笑肉不笑的，还在那边立麦来乱呐、哦，对不对？我直接臭脸解决，他就不想跟我说话，然后你还在那边好来好去的，有没有？那当你无法拒绝的时候啊，人家这种他是很不会看脸色的，因为我已经脸都很臭了，我跟他说话没有正脸看过他，我脸超级臭。那一般男生啊，在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你会无法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是气场，各位，笨蛋傻蛋是不分性别的。那种有些人呢、他们那种愚蠢的气息啊，你可以闻到，说干他妈他是智障是不是？他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在跟人互动？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呢，要能够把那个滤镜拿掉。
我们可以用表情来表达我们的不满，我们不要口出恶言，我们也不要动手动脚，你就把手给绑起来，然后摆个臭脸，那正常人看到就会懂了。那如果他再不懂的话呢，你就把他慢慢往上加码嘛，对不对？就你要能够去抗拒这样的事情。那显然大多数的男生啊，都无法去面对这种尴尬的状况。好，那这个女生，好，这个肥婆呢，对这个肥婆呢，我还是叫肥婆好了，比较能够顺。好，那这个肥婆呢，她看得出来啊，她其实有在那干嘛呢？转盘子。对，她包括在别间健身房跟那个老外啊，有发那个合照的时候啦，他还同时在继续跟我的朋友，就那位熊豹哥呢，在那边持续的往来互动。哦，好像昨天吧，昨天好像还跟他说，他好像瘦了，还怎么样之类，就发了一个那个 InBody 的那个数据啊，给那位熊豹哥。哦，代表怎么样呢？他同时转盘子。他已经换健身房了，他把重心主要目标呢，可能去进攻别的那个老外，但同样的，原本这一个已经严厉拒绝他的我的朋友熊豹哥呢，他还是一样，那个线啊还是留着，还在那边这样勾啊勾的，有没有？就做这样的事情。好，各位，你觉得他有那一种被那种怎么样告白被拒绝？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那样的情况像什么？像是我们男人啊，哈，就是跟女人告白啊，然后被拒绝了。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被拒绝呀、会觉得很沮丧，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今天被我的女神给拒绝了，然后可能会有一段的那个沮丧期，可能会走不出来之类的。但是各位，你看这个女生她的心态，她的心态有多强大，有没有？我朋友是，那熊豹哥是严正的就跟他说，你这样子让我造成困扰了。我猜应该是他没有把说你再来找我啦，我要叫警察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熊豹哥是有跟我说，他心里面呢已经有下这个决定了。如果这个女生她又再一次的在健身房里面出现的话，他真的会采取法律行动。哦，他有跟我讲这件事情。那还好是没有到这个地步啦。但你看，无论怎么样啊，这个女生这个肥婆啊，她这个放线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看换别的地方，今天被男人这样子严厉的拒绝，她一样可以去转她的盘子，一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有跟她说你再来就要叫警察吗？你不是说你没讲？你应该没讲吧？你应该是有说，就是你这样子让我很困扰，你应该没有说你再来的话会叫警察吧？对不对？应该是没有这样讲啦。哦，是啊，你看性别本身就是一个 buff，所以其实啊，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让各位去观察一下，说，我靠，到底今天女人哦，这个女人啊，我们还是要说啦，不是每个女人都这样，但这个变心它变得有多快？那我敢说哈，你当下有讲，他没有当一回事，他没有当一回事。如果他有当一回事的话，他后面就不会在那边跟你啊，在那边那个藕断丝连啊，跟你说哦，他瘦了1公斤，从56变55了，他就不会这样子做。真的，你可以从他后续的行为判断说，他有没有把你说你要报警这样的事情当一回事。干不是吗？各位，如果今天你好，我们再一样性别对调，有没有？哦，性别对调一下。我们今天呢，男人呢，你敢做这样的事情去抱女生，看不要说人家说你要报警的，别人看到，健身房看到，有员工看到，什么什么人看到，你基本上就完蛋了，就死定了。但是你看，哦，他一样完全不当一回事。哦，但是我要说，这种毅力哈，你加个引号的毅力的，完全不值得鼓励。各位，我知道其实各位很多人呐，很多人，如果说今天你有被纠缠过的那个情况的话，像我也是有被 gay 纠缠过啦。哦，所以说其实我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保护自己的那种心态就会出现，就你会有那种要自我防卫的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哦，
那我觉得我们男人啊，必须要能够去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但是我今天绝对不是鼓励各位说你看看这个女人，她们那个心变得有多快，然后希望各位也要能够就是用这种积极的那个心态去追女生。干不是吧？我们男人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太可能让事情能够发展到这个状况。对，基本上只要你一直跟着女生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子跟着，你大概就出问题了。真的男生做这样的事情，你根本还不用抱，你只要一直在那边跟着他然后一直在那边跟他说话。各位，我们再换一个把那个性别对调一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一个正妹，她在那边运动，然后你拼命在那边绕跟她说话怎么样的话，女生就会跟他说：“请你不要打扰我运动好吗？不然怎么样呢？戴起耳机来然后可能给你一个什么最后通牒，对不对？再不然嘞，像你们这边讲的嘛，手机就会拿起来在那边录了就会这样马上出事，马上出事，对不对？然后你就完蛋了。可是你看，这个情况，我想让人看了真的是很傻眼。因为我在旁边我看了，我这边看嘛，那边看说干到底你们要演到何时？我在那边看了好几天，是好几天哦。我朋友就是一样嘛。其实我觉得，像我这个朋友其实就我对他的理解就这位熊豹哥啦，我觉得他的那个脾气他是坏学生我还不是坏学生我小时候是那种功课还不错的就是这种什么前三志愿这样子，慢慢的一路这样子上来就也没有去跟，顶多只有打过一次架。对，我记得好像只有小学打过一次架而已。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妈是从小打架打到大的，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什么校园帮派的问题嘛。我这朋友也是有跟这些人打过交道的。但是后来应该是因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所以有把那个野性给磨掉。但是我觉得有点磨到说你必须要在应该要释放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但是我觉得你比我坏我听你过去的故事，我觉得你比我坏多了我顶多是做一些那种你说设计一些局用头脑解决问题你是直接诉诸暴力耶。不过高中生这样子搞比较能够被接受了，就是比较能够还能够就是只要后来长大的时候有把那个行为导正过来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你比我坏，你小时候比我坏可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有那种重大的转折，所以你必须要去克制这一种可能以前这种野性，但是后来就可能无法去把它召唤出来来面对像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你看像你看我们刚刚前面说变心转盘子这样的事情倒是蛮多女生的常态。这个女生刚刚那个肥婆，她其实换得很快很直接。她其实换得很快很直接。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那个战争新娘也是一个心态，对他们来说，对女人来说那如果无法这样子快速转换对象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时代给淘汰掉。所以能够这样子活下来的其实大概十之八九了还是要说那一句，不是每个女人都这个样子，只能够说蛮大的一部分都具有这一种战争新娘的一个状态，能够快速的转换对象，快速的去喜欢另外一个男人。就这个样子。来顺便来考考各位来考考各位，这个我们上次的直播哦哦有讲到一个东西，应该上礼拜二的直播，各位可以去复习一下。那时候我们提到通用型真实欲望跟特定型真实欲望，我就来考各位这个问题：你们觉得那个肥婆抱那位熊抱哥的真实欲望那个真实欲望没有错嘛？那个显然真实欲望没有错嘛？是通用型的还是特定型的？来，把你们答案丢在聊天室，我来看你们有没有上课上到一个透彻的理解。你们觉得刚刚影片里面肥婆抱熊抱哥那个状况，那个真实欲望是通用型还是特定型？
来看各位的那个答案哦，蛮多人讲通用型，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就说是在那个地方啊，在那边打嘴炮啦，他妈的，我完全不想跟那个女人说话，真的，论拒绝女人哦，就是论给人这种你说臭脸，他妈的我超会，我超级会摆臭脸的。好，来一致性通过，都是通用型，对，没有错，是通用型，通用型。好，各位，通用型啊，你们讲军用品的那个真的是蛮夸张，但可以理解，跟坦克一样哦。那个啊，通用型没有错，没有，就女生看到男生那个身材、那个体态，然后不由自主的哦，就像是那个蚂蚁啊被那个甜食啊所吸引一样。但是我猜蚂蚁也是有聪明的嘛，蚂蚁有聪明就是会看说，这个甜食是不是一个陷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各位的那个理解蛮透彻的。哦，那个女生啊，对于熊抱哥啊是通用型的真实欲望，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度的互动嘛，也没有什么聊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所以啊，这个也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如果说今天这个女生她跟你在一起，她跟你交往啊，她是属于这种通用型的真实欲望的话，来，各位，请看我们那个标题的最后那一句"女人变心有多快"，它也可以说明通用型真实欲望有多么的不可靠。因为随时有另外一个男人可以比你帅、体格比你好，哦，种族天赋比你强大，肤色比你那个有优势，他可以取代你这件事情。哦，通用型真实欲望有好有坏，就是它是一个门票，但它也很不可靠。所以你看嘛，他马上就变心了，马上变心，用他这个通用型的真实欲望呢，去找别的男人。哎，这个案例实在是很让人家觉得很怎么讲呢？很诡异啦。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跟各位一提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来，我跟大家要跟各位特别的说明一下，你跟女人相处啊，像我就认为这个女生呢、她不是正常的女生。哦，为什么这么说？来，这个是可以分析的哦。他有提到说，那个熊抱哥哈，就是刚提到说了，熊抱哥啊，跟他讲说，哦，你这样子啊，让我很困扰。那个女生回应他说，我控制不住。好，各位，好，各位，我们人呐、都会有我们的冲动，哦，而我们的教养、我们的家教能够约束我们的行为。你今天在台湾啊，一个女生穿的少少的，哦，在台湾应该没什么事情，但在印度的话，基本上能够平安回来啊，我认为就要烧香拜佛保佑了，对吗？哦，我相信台湾男生对于这种事情啊，比较能够去克制自己的欲望，能够去把这个一些想法啦给克制住，没有让它付诸实现嘛，就会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女生啊，在我看来，她的多巴胺哦，那个抗性啊是很弱的，她是有多巴胺毒瘾的女生，所以她才会看到这个身材好的男生，然后这种真实欲望一旦被撩动，被这样子撩起来啊，会整个人呐、无法控制住，出现刚刚我们放的影片里面那样的熊抱的行为，有没有？哦，就有这种情况会出现了。好，那像这样的女生呢、我们在我的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个现象，第二本红药丸嘛，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哎，这一本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提到那个多巴胺毒瘾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女生其实我觉得啊，怎么讲呢？哦，刚刚说了嘛，多巴胺毒瘾，而像我朋友啊，熊抱哥啊，直接跟他说，哦，你这样子会给我很大的困扰啊，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哎，这个阶段情况下呢，这个女生啊，她被拒绝了，对不对？她被我的朋友熊抱哥呢拒绝了这件事情嘛，多巴胺下降了，被拒绝，没有人喜欢，多巴胺下降了，有没有？可是她今天又换健身房，哦，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哎，又高又帅的老外，又做一样的事情，原本处于低谷的多巴胺哦，又往上冲上去了。各位，
女人啊，她们这个情绪的那个起伏啊，对她们来说，对某些女人来说，是一种很强大的快感刺激。对，是一种很强大的快感刺激。所以原本被熊抱哥弄到的那个低谷啊，又因为在别的地方别的健身房看到另外一个帅哥，就觉得哇靠又好帅哦，然后对方会理我终于会理我了，不像那个熊抱哥啊，在那边这么叽歪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还说什么要找警察，虽然他可能无法读出这样的讯息，所以就是一样，看到另外一个帅哥啊，又把那个多巴胺又冲上来。但可怕的是啊，他这一段从低谷又往上冲，这种多巴胺的那个水平变化，会给他很大的快感。我可以这么的肯定，他从被拒绝到看到另外一个帅哥跟他合照，跟他你说被他这样子跟踪纠缠，他是一种多巴胺的刺激。哎，我真不知道，如果有哪个男人日后跟这样的女人，我们今天没有针对他，我们只是在讨论这种行为模式。所以其实我也是要跟大家讲了哈，就是有些状况是啊，当一个女人呢、她如果今天呢、情绪起伏过于剧烈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看一个女人啊，你不要去看她那个，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会去看她什么什么红旗指标啦，什么原生家庭啦，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其实各位，你要看一样东西，你要看她的情绪起伏状况如何。当她情绪低谷的时候有多沮丧，当她情绪高亢的时候有多，我还真不想用“疯”这个字哦。对，他低谷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那情绪高亢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女人她的状态，她的情绪稳定度与否，她是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交往的对象了。有人说这样听起来像在研究犯罪形态。我记得有我们直播朋友好像有些人是那个警察背景的，然后我记得有些这个样子啊。哦，当然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之前为了要做那个专题啊，我之前做我们那个去年那个专题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那个犯罪学的书了哈。去年我们这个专题是那个对这个黑暗人格共生体的时候啊，我有看一些那个犯罪学的书了，所以可能脑子里面有一些这种研究罪犯的样本数。但是我认为啊，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女生呢，我跟她说话，我即便是维持最低的社交限度，她就给我一种很烦躁的感觉。有朋友说没错，强制推销就是滞销才会做的事情，对吗？所以基本上一个正妹，我没有看过有正妹，真的我还没有看过有一个正常的正妹会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上礼拜的直播啊，我就有说，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啦，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我会让他喜欢我。各位，这个境界有多高？应该说，它是一个尝试。可是怎么讲？他妈的，很多女生就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真的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啊。那你要说这个女生心态很强大吗？其实我不认为她这种女生啊，是那种所谓的心态强大型的。我认为她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女人。对，她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的女人，而她有着来自社会给她的一些好处、一些福利。哦，她不会认为说，各位，怎么讲啊？假设今天呢、你在那个健身房里面交到新朋友啊，就是你可能认识一个新朋友，那你跟他说话，你会看一下嘛，说，我这样跟他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占据他跟他朋友的互动时间？那如果会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打进他的朋友圈，然后3个人一起说话嘛？这个是我们正常人在一个群体当中啊会做的反应。但是显然这个女人，这个肥婆，她当时啊完全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她的眼中就只有熊抱哥而已，就只有我朋友而已。看到他想说看那个肉体看得好兴奋哦，想要去在那边抱他啦、意淫啦。
我就跟我朋友说，因为他当时有跟他拍那个合照，找我帮他拍的，他妈的真的是哦，我就说哇，你那个合照啊，一定被他在拿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干嘛？就做奇怪的事情。哦，对啦，应该是要叫贝熊豹哥啦，但是多一个贝字啊，有点饶舌啦，所以就是熊豹哥这样的一个事情啦。所以他完全没有去管其他人的想法，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脑子里面完完全全被欲望所掌控，被欲望所掌控。我们对他来说，都是什么呢？碍事的 NPC 有没有？有朋友问说，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拒绝帮他合照？因为当时我朋友没有给我明确的指标跟暗示。我也是会看的，我说看到底你想干嘛？他说你被这样子抱，是我的话就直接就臭脸，然后可能就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在躲你，你他妈给我滚远一点！我不会口出恶言，但我会他到哪我就闪到哪，你知道吗？我朋友是怎么样呢？我再给各位看一次那个影片，你就会知道，刚好有人说我们那个直播结束之后，那个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再放一次那个影片嘛，来，我再来放一次我们刚刚那个影片让各位看一下我朋友的那个反应，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他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好，来，我来说明一下。我朋友呢很坚持要跑完他的课表。如果是我的话，当时那个情况啊，他会改变我今天来这个地方的优先顺序。我他妈今天就不练了，对我就不练了，我就要让你知道说你打扰到我，我要躲你。哦，那你看我朋友啊，他继续在那边练。那个女生呢，一样，她没有想要走她就假借着一起练这样的名义，在那边绕啊绕，跟卫星一样嘛，就是他妈的卫星肥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你应该要走人，那天你就不要练了，你应该就是要把那个优先顺序呀给调整。我今天必须要明确表达我的拒绝反应，所以呢就不要练，你就跑给他追。我们男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吧？干我不碰你，我可以跑吧，对不对？好，那他因为那个反应没有很明确的抗拒，所以后面的鸟事就这样子随之而来。包括我，因为我也在看嘛，就像他妈的，你还是一样这样子笑笑的跟他这样子聊天。如果是我被这样弄的话，我完全不会跟他再讲话。我让他知道说，你离我远一点，你不要跟我说话。但我朋友没有这样做，你应该要走人，对，你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终止这件事情，因为当你没有释放出足够强烈的讯号的时候，你要还好庆幸他只有7天体验期，不然他会纠缠你他妈的他会隔天马上入会，然后只要你一来练，就一直这样子，就这样子烦你。所以我也是判断说，我朋友怎么好像还在那边笑嘻嘻的，我说干不会吧？他你可以哦，好吧，既然他你可以的话，我就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交我那个脸已经垮下来了，但是我就不要去破坏他的好事嘛，我心里面这样子想，所以我才帮他们合照，所以我才会跟他说话，就维持那个最低限度的社交。那后来我才问他说：“你到底要怎样？这个妹神经病你到底是要怎么样？你跟我说一下，不然的话我会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啊，这样变得我很尴尬，所以后来事情就解决了啦，那只是说让各位知道这个尴尬的情况。唉，你看，你看，大家都这么认为。我后来看这个影片看好几次了，我都觉得你的那个第一反应啊，
没有给他足够强烈的讯号，所以才会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我相信啦，这个女生啦，这个最后呼吁一下啦，呃，如果各位这我就不知道了哈，先把这个留言给 highlight 出来。我把那个话刚刚讲完。就如果各位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被女生这样子，被你不喜欢或者让你造成困扰的女生这样子，包括男生，他们可能对你这样做，请你一定要明确表达你的拒绝的反应，要保护自己。对，你要保护自己。那至于这个女生能不能够读得懂我的表情，怎么讲啊？因为我的脸真的很臭，我是那一种只要心情一旦不舒服啊，就会写脸上的人。那个女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正眼看过她。她看起来是有看得懂。对，她后来就跟我朋友抱怨说这个完全不想跟我说话，代表你看论拒绝的这件事情，我做的比你成功多啦，对不对？你看，我做的比你成功啊，你太绅士了啦，真的啦，我们男人真的不能这样啦。哎，不是，我觉得不用动，我觉得不能冻结身体跟表情。来，我们这边呼吁一下，如果我们这边有女生啊，在看我们这个直播的话，你就想象就好了。今天你搭公车，那个日本不是有那种什么电车痴汉嘛，在那边手来脚来的，一旦碰到你，你觉得他妈的，这样骚扰你，请你明确表达你的那个抗拒反应，大声叫出来，不要去让这种废物男人啊，在那边动手动脚的。因为我知道有的女生会因为害怕，因为可能就是也愣住，所以就会冻结住。整个人就冻结住，就这个样子。不能这样，你整个人冻结住，不是一个面对威胁的时候该有的反应。战或逃嘛，有没有？要么你就 fight 战斗，对不对？要么呢你就逃，对吗？你在那边愣住，各位，愣住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愣住是我们人已经知道干招北起啊，跑不掉了。然后我们今天要被吃了，所以我们减少肢体流动，减少那个血液啊那个流速，因为你现在被吃了嘛。被吃的时候你在乱动的话，你会喷血啊，所以说你需要去把那个身体给冻住，让那个血液的那个流量啊减少。冻住是这个情况才会发生的。那你说这种侵犯我们的情况，我们无法战斗，那女人这样熊抱你怎么办呢？至少你要逃吧。对，你要逃啊，你必须要能够就是我刚讲了嘛，用身法就那边扭，你这个那个什么那个泥鳅猴狸有没有会在那边扭啊扭，把它给摆脱。你完全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对，你要用身法明显表达出你不要碰我。那他这样抱你，他就被你这样的反应一看，他好像可以接受我这样子抱他，他一样在旁边在那边拉那个 TRS，他根本就没在练，他在寻找下一个机会，能不能够继续抱你别的地方。对，抱你别的地方，你要庆幸他是抱你的腰，他没有抱。那个画面太难想象了，那个妈的，我要笑我朋友笑一辈子。我要笑爆你，又看一次笑一次。这个太让人惊悚了啦！所以希望各位啊，能够知道这个案例的，你说警示的意义吗？我认为应该是要这样。真的。对，不要碰我，真的不要碰我，不要被一些你觉得不 OK 的女生碰。我再说一次，你一旦被这些女生碰的话，你怎么对得起跟你上床的正妹呢？你以德报怨，你何以报德？对不对？我说过嘛，我们人要懂得奖励对我们生命有利跟有益的事情、人事物，对吗？那你说你用你的身体，你因为你无法说不，你无法说不，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奖励。所以必须要严正的抗拒这个情况，好不好？那各位，希望各位今天这个案例啊，能够让各位知道说，有些那个极端情况啦，希望各位不要遇到。但如果你遇到的话，你就要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处理。
请记得不要去口出恶言。那你要用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式啊，表达你的抗拒之意，用你的身法，能够闪就闪，能够跑就跑，能够跑多远就跑多远。哦，不要真的被人这样占便宜。哎，如果是我的话，被爆，我可能要洗个好几次澡吧。看你回去有没有多洗几次澡啊？我都忘记问你，你被这样子爆有没有那一天呢、那个洗澡洗个4、5次，然后来把那个费洛蒙啊，跟那些奇怪的味道啊给洗干净。希望你有，因为我都在你附近这样绕来绕去的，他妈的，我不想要沾到那个二手的气息，好不好？好了，那礼拜四啊，我们一样会有直播，不要忘记我们那个逆风翻盘破解指南啊，预售直到下礼拜5，好，下礼拜6是我们第一场的直播课。好啦，那希望今天内容有帮到各位。好，那我们就礼拜四晚上直播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